我第一次见太子是在江家的猪圈旁边，不是什么浪漫的邂逅，是皇帝微服私访，路过我家，正好赶上我蹲在猪圈栏杆上，一边啃红薯一边数下了几头崽。皇帝问我爹：“你家女儿多大了？可曾婚配？”回贵人，小女17，找了个先生，起名叫玉衡，至今未有婚配。好生养。又看了看蹲在栏杆上的我，点了点头。3个月后，我被一顶小轿抬进了东宫，聘礼是36台。嫁妆是我娘塞在我袖子里的一包猪饲料配方。太子妃陆生第一次见我，上下打量了3遍。赵婷，你父皇从猪圈给你挑了个媳妇儿。太子黑着脸没说话。进宫前，我娘特意交代，闺女，万一在宫里吃不饱，你就照着这方子养头猪。我没养猪，熬了熬，我养了条龙。陆生甩着帕子走后，寝殿的门被太监从外面合上。赵婷坐在拔步床边，连盖头都没掀，她手里盘着一串紫檀佛珠，眼皮都没抬一下。既然父皇挑了你，脱吧。我站在原地没动，袖子里那包猪饲料配方被我捏出了汗。赵婷终于抬起头，没听懂姑的话。她的视线从我粗糙的双手扫到我不合身的喜服上，嫌弃毫不掩饰。殿下，我能先吃口肉吗？我娘说配种前得吃饱，不然怀不上好崽。盘佛珠的声音突然一顿，赵婷看着我：“你把姑当什么？当主子，主子要下崽，我就是那个肚子，肚子瘪着干不了活。”赵婷盯着我看了很久，她突然笑了，眼底全是冷光。她指着桌子：“吃不完，姑扒了你的皮。”我走过去，抓起那块冷透的白水煮肉，没筷子，我就用手一口一口嚼得很用力，满嘴是油。赵婷嫌弃地退开2步，她吐出2个字：“粗鄙。”我咽下最后一口肉，拿袖子擦了擦嘴。殿下，我吃饱了。我走到床边，自己解开了喜服的盘扣，红色的料子滑到地上。我躺在喜床上，闭上眼睛。来吧，殿下。赵婷没有马上过来，我听见她倒了一杯茶，喝了下去。脚步声靠近，她捏住我的下巴：“江氏，记住你的本分。除了给姑生个儿子，你什么都不是。生儿是姑的结发妻子，是这东宫唯一的主子。你若敢仗着父皇的事让他受半点委屈，姑有100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。”殿下放心，我不争宠，不惹事，我只生孩子。赵婷冷哼一声，随后的事情没有半点温存，她甚至没有脱掉中衣。折腾完，她直接下了床。太监端着水盆进来伺候她洗漱，我拉过被子盖住身上的淤青。赵婷穿戴整齐，吩咐太监把窗户打开，散散味儿，一股子猪圈的腥气。太监推开窗，冷风灌进来，我打了个哆嗦。殿下今晚不歇在这儿。我看着他往外走，赵婷停下脚步。生儿怕黑，姑得回去陪他，明早去给太子妃敬茶，规矩点，别脏了他的眼。门关上了，我拢了拢被子，盯着床顶的白子千孙帐，真冷啊，比我家的猪圈还冷。我摸了摸肚子，没关系，只要我能生出儿子，我就能在这东宫扎下根。至于赵婷，不过是一头脾气差点的猪罢了。天还没亮，我就被嬷嬷从床上拖了起来。侧妃娘娘，该去正院敬茶了。嬷嬷手劲很大，掐得我胳膊生疼。我没喊痛，由着他们给我套上一件灰扑扑的旧衣裳。到了正院，陆生还没起，我跪在青石板上等。秋天的早晨，露水重，寒气顺着膝盖往骨缝里钻。日上3竿，正屋的门才打开。陆生穿着一身粉色的苏绣长裙，打着哈欠走出来。赵婷跟在他身后，手里拿着一件披风，体贴地给他披上。小心着凉。陆生靠在他怀里，这才看向跪在地上的我。他捂着嘴，一脸惊讶：“呀，江妹妹怎么跪在这儿？你们这些下人怎么当差的？还不快把妹妹扶起来！”嬷嬷上前，象征性地拉了我一把，我顺势站起身，膝盖一软，差点摔倒。陆生在太师椅上坐下，端起茶盏：“妹妹这身子骨也不像父皇说的那么好生养嘛。既然进了东宫，就得守我的规矩。”他放下茶盏，瓷器碰撞出清脆的响声。我这人眼里揉不得沙子，丑话说在前面。你能进宫陪伴太子，那是天大的福气。做人要守本分，切勿有非分之想。非分之想，我装没听懂这个词，但他话里的鄙夷，我听得真切。我低着头，声音平稳：“娘娘说的对，我就是个肚子，娘娘是天上的仙女，不用下崽儿。你拿我跟母猪比，放肆！”江氏，注意你的言辞。我扑通一声跪下。妾身嘴笨，念了3天私塾就被先生请回家了，不会说话。妾身只是想说，娘娘清高不屑做的事，妾身来做，绝不敢和娘娘争殿下的宠爱。你还敢顶嘴？来人，掌嘴！2个粗使婆子走上前，按住我的肩膀，一个巴掌狠狠扇在我的脸上，火辣辣的疼。我没躲，也没哭，只是直直地看着赵婷。
生儿，教训一下就算了，粗鄙之人，说再多也是对牛弹琴。再者，父皇那边还要交代。你就知道拿你父皇压我，你是不是心疼他了？你昨晚碰了他，你觉得他比我好是不是？生儿，你胡说什么？姑碰他只是为了完成任务，姑心里只有你。将士出言不逊，冲撞太子妃，去院子里跪着，没有姑的命令，不许起来。妾身领罚。我走到院子中央，重新跪下，雨点砸了下来，秋雨寒。我隔着雨幕看着正屋里赵婷把陆生搂在怀里，柔声哄着。陆生破涕为笑，娇嗔地捶着他的胸口，真好啊，这就是爱情吗？我低下头看着青砖缝里的积水，我不需要爱情，我只需要算准日子，把这颗种子种下去。屋里传来陆生娇滴滴的声音：殿下，他若冻死了，父皇那边你怎么交代？赵婷的话没有一点温度，一头猪罢了，死了再换。那场秋雨，我跪了3个时辰，直到天黑，赵婷才让人把我拖回偏殿。我发了高烧，浑身像是在火里烤，骨头却冷得发抖，没有太医，也没有药。陆生断了我的炭火和力分。侧妃娘娘，您喝口热水吧。从娘家带来的丫鬟翠儿哭着端来一碗白开水，我挣扎着坐起来，把水喝干。有吃的吗？翠儿抹着泪，厨房说正院那边吩咐了，您在禁足，只能吃馒头。我伸出手拿来。翠儿端来2个发黄的冷馒头，我掰开一点点塞进嘴里，很硬，拉嗓子，但我必须吃，不吃就没有力气，没有力气就会死。门突然被推开，冷风卷着雪花吹进来。赵婷站在门口，手里提着一盏琉璃灯，她看着我坐在床上啃馒头，眉头拧结。你在干什么？我赶紧咽下嘴里的馒头，差点噎住。我拍了拍胸口，顺了口气。赵婷走进来，把灯放在桌上。姑以为你会哭着求姑饶命。求殿下，殿下就会给我肉吃吗？赵婷愣了一下，不会。我继续啃馒头。那就不求，有屋顶遮风，有馒头填肚子，比我家猪圈强，我能活。赵婷的眼神变了，少了几分厌恶，多了一分探寻。她伸出手摸了摸我的额头，很烫。她触电般收回手。你烧得很厉害。死不了。我把最后一口馒头咽下去，擦了擦手。殿下今晚来还要继续吗？如果是，请殿下快点，我怕一会儿烧糊涂了，伺候不好殿下。赵婷一愣，满脸铁青。江氏，你就非要把自己说得这么下贱？是殿下觉得我下贱，我只是认清了自己的用处，守我的本分。赵婷死死盯着我，她的胸膛起伏着，似乎在压抑着某种情绪。半晌，她突然一把扯掉身上的大氅。好，姑成全你。那晚，她像一头暴怒的野兽。我咬着嘴唇，没发出一声痛呼。我在心里默默算着日子，这是我最容易受孕的几天，我必须抓住每一次机会。第2天，我退烧了。赵婷开始频繁宿在我的偏殿，她依然不说软话，动作依然粗暴，但她会让人给我送来炭火和补药。陆生疯了，他跑到我的偏殿，砸了所有的东西。江玉恒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敢勾引赵婷！他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。我坐在床上，看着满地狼藉。娘娘，是殿下自己来的。娘娘若是有本事，就把殿下拴在正院。陆生扬起手就要打我，赵婷刚好走进来。生儿，闹够了没有？你凶我，你为了这个村妇凶我！他甩开赵婷的手，捂着脸跑了出去。赵婷叹了口气，揉了揉眉心，她转过头看着我，满意了。妾身不懂殿下的意思。半个月后，我看着碗里油腻的鸡汤，一阵反胃，我捂着嘴干呕起来。翠儿惊喜地看着我，娘娘，您是不是去请太医？太医的手指搭在我的手腕上，隔着一方丝帕，我能感觉到他的手在抖。太医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额头贴着金砖。回侧妃娘娘，娘娘脉象圆滑如珠，是滑脉，娘娘有喜了。我摸着平坦的小腹，成了，这颗种子终于种下去了。我褪下手腕上的银镯子，递给太医，太医却不敢接，连滚带爬的退了出去。不到半个时辰，偏殿的门被一脚踹开，陆生带着一群嬷嬷，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。他手里端着一碗黑乎乎的汤药，冒着刺鼻的苦味。把他给我按住！陆生尖叫着，一脸凶相，就如江家隔壁的王婶。4个粗壮的嬷嬷扑上来，将我死死压在床上。我挣扎着，但力气根本比不过他们。陆生，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赵婷是我的，她的第一个孩子只能是我生的。你这个贱人也配生下东宫的长子？喝下去，喝了它，我就留你一条贱命。
殿下到。住手！我跌跌撞撞地爬下床，扑到赵婷脚边。殿下救我！太子妃要杀您的孩子！生儿，你疯了！那是父皇盼着的皇孙。陆生眼眶一红，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下来。他扔掉药碗，扑进赵婷怀里。婷哥哥，我也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有了你的骨肉。可是今天早上，护国寺的大师批命说东宫双星将士必有一死，他的剑种会克死我们的嫡长子啊！婷哥哥，你难道要为了一个村妇牺牲我们的孩儿吗？赵婷定在了原地，她低头看着我，又看了看陆生。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权衡，看到了冷酷。殿下，那是您的亲骨肉啊！赵婷闭上眼睛，生儿说的对，嫡长子不容有失。他后退一步，甩开我的手，按住他，灌。他冷酷的下令，这就是我千方百计讨好的男人。嬷嬷们扑上来，捏开我的嘴，那一碗又苦又烫的红花被强行灌进我的喉咙，我剧烈的咳嗽，把药汁咳出来，又被他们灌进去。小腹传来一阵绞痛，我疼得蜷缩在地上，血顺着大腿流下来，染红了青砖。赵婷转过身不去看我，她搂着陆生，轻声安慰：“别怕，姑会保护你们母子。”我趴在血泊里，视线开始模糊，我看着他们相拥的背影，突然笑出了声。赵婷猛地转过头，皱起眉：“你笑什么？”我撑着手臂，半个身子抬起来。赵婷，你以为她肚子里怀的真的是你的种吗？寝殿只剩我粗重的喘息声和血滴在青砖上的滴答声。赵婷松开搂着陆生的手，她死死盯着我，眼神像要吃人。江氏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若是信口开河，你今天也别活了。陆生慌了，去拉赵婷的袖子。婷哥哥，你别听这个贱人胡说八道，他这是在挑拨离间，他在报复我。赵婷没有理他，他走到我面前，蹲下身，把话给姑说清楚。我疼得直抽冷气，但还是咧开嘴，露出一个满是血污的笑。殿下不如问问太子妃，他宫里那个叫青山的侍卫，为什么每晚都要进去伺候？又或者问问给他开安胎药的李太医，那药渣里为什么会有催情和乱脉的禁药？陆生的脸变得惨白，好似涂了一层厚厚的白胭脂。你血口喷人，婷哥哥，杀了他，快杀了他！他扑过来，想要捂住我的嘴。赵婷反手一个耳光，狠狠甩在陆生脸上。陆生被打得摔倒在地，他捂着脸，不敢置信地看着赵婷。你打我，你为了这个贱人又打我！闭嘴！赵婷怒吼一声，她站起身，对着门外大喊：来人，把青山和李太医给姑押过来，搜查正院。门外的侍卫立刻领命而去。我趴在地上，看着陆生瘫软成一团，小腹的绞痛一阵阵袭来，但我心里却痛快极了。我没有怀孕，我娘给我的猪饲料配方里有一味草药，吃下去脉象圆滑如珠，连太医都诊不出真假。我算准了陆生的嫉妒心，他绝不会允许我生下长子，他一定会动手，只要他动手，赵婷就会来，这就是我掀翻她的最好时机。至于她怀孕，我早就买通了正院的一个洒扫丫头。陆生为了顾宠，偷偷吃进药制造假孕的脉象，那个青山是他从娘家带进来的死士。半个时辰后，青山和李太医被五花大绑地押进偏殿，搜查的侍卫呈上了一包从正院床底下搜出来的药渣。赵婷看着太医验看药渣后的脸色，什么都明白了。乱脉之药，服之可生假孕之象。老太医跪在地上，浑身发抖。赵婷拔出侍卫的佩剑，一剑刺穿了青山的胸膛，血溅了陆生一脸。陆生尖叫起来，连连后退。赵婷提着滴血的剑走到陆生面前，这就是你说的一生一世一双人？他的声音轻得可怕。你把姑当傻子耍？婷哥哥，我错了，我只是太想有个我们的孩子了。陆生跪在地上，抱住赵婷的腿，哭得毫无尊严。我没有背叛你，青山只是帮我找药。赵婷一脚将他踢开，传姑的旨意，太子妃陆氏德行有亏，禁足正院。他扔下剑，转过头看向我，太医正在给我施针止血，我已经疼得快要失去意识了。赵婷走到我身边，蹲下来，她的手颤抖着，想要碰我，却又不敢。她的声音里第一次有了慌乱。你孩子？我虚弱地睁开眼看着他。殿下，孩子没了，被您亲口下令杀死了。赵婷的脸色灰败，她闭上眼睛，眼角滑下一滴泪。姑会补偿你，你想要什么？她哑着嗓子问。我强撑着最后一口气，我要东宫的对牌钥匙。管事嬷嬷把账本重重砸在桌案上，扬起下巴看着我。凭你也配管东宫的账？侧妃娘娘，这东宫的规矩历来是正妃掌家，您就算拿了对牌，底下的人也不服。我坐在太师椅上，端起茶盏抿了一口，受损的身子还有些虚弱，但我连一天都没歇。赵婷把对牌给了我，那是他对我杀子之痛的愧疚。愧疚这种东西最不值钱，必须马上兑换成实打实的好处。我放下茶盏，
抬眼看着面前站着的10几个管事，都是陆生提拔起来的人。翠儿带人抬进来3个大木箱，箱子打开，里面全是白花花的银锭。我指着那些账本，这东宫的账我看了3天，买办、采办、厨房、库房，你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笔烂账。陆氏不管事，你们就中饱私囊。管事嬷嬷脸色变了，娘娘，捉贼拿赃，您可别冤枉人。我冷笑一声，赵嬷嬷，你侄子在城南买的那套3进的宅子，是用你每月的2两月例银子买的吗？还有你，王管事，上个月采办的御寒炭火，以次充好，差价去哪了？我一一点名，把他们摊没的底细扒得干干净净。底下的人开始冒冷汗。我站起身，走到那3箱银子面前。我这人规矩很简单，从今天起，东宫的规矩我来定。以前的烂账，只要你们把吞进去的吐出来一半，我既往不咎。这3箱银子是赏给愿意跟着我干的人的，不愿意的，现在就卷铺盖滚出东宫。若是敢仗着陆家的事闹事，我就把账本直接递给大理寺，打1棒子，给1颗甜枣。这是我爹驯服烈马的法子，用在人身上一样管用。一炷香后，所有的管事都跪在地上磕头表忠心。我拿着账本走出议事厅，赵婷站在廊檐下静静地看着我。他走过来，目光落在我脸上，里面带着重新认识我的丁点笑意。姑以为你会哭着向姑告状，让他们听话。殿下日理万机，这点小事妾身自己能解决。我扶了扶身，语气恭敬却疏离。赵婷皱起眉头，她很不习惯我这种态度。以前的我是顺从的、粗鄙的，现在的我精明而冷酷。你的身子好些了吗？他伸出手想摸我的脸，我微微偏过头，多谢殿下关心，已经大好了，不耽误伺候殿下。赵婷的手尴尬地顿在半空，她收回手背在身后，手指紧紧捏着佛珠。你还在怪姑？那个孩子是姑对不起你。我低着头看着他的靴尖，殿下言重了，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妾身不敢怪。赵婷深吸了一口气，她突然觉得面前这个女人是一块捂不热的石头，她以为给了权力，给了补偿就能抹平一切，但她错了。今晚姑去你房里。她丢下一句话，转身离开，脚步有些凌乱。我看着她的背影，冷笑。她开始想要我的心了，可惜那种东西只在我江家的马场和猪圈旁时我有，这宫中我没有那种东西。夜里，赵婷躺在我身边，没有像往常那样急躁，她试探着抱住我，把头埋在我的颈窝。她第一次叫我的名字，于恒，以后姑会护着你，不会再让你受委屈。我睁着眼睛看着帐顶，我声音平淡地打破了他的温情。殿下，陆家送了密信给太子妃，他们要借下个月的中秋宫宴发难。赵婷的身体绷紧，她抬起头，眼神重新变得锐利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送信的太监现在是我的人。我转过头看着他，殿下，陆家要反了，你想让姑怎么做？赵婷坐起身，披上中衣，她看着我的眼神彻底没了刚才的温存，只剩下权衡利弊的精光。这才是他，一个合格的储君，一个天生的政客。陆家势大，陆老将军手握重兵。我坐起来，拉过被子遮住肩膀。他们知晓陆生在东宫失了宠，怕连累家族，必然会先下手为强。赵婷问，他们想怎么做？诬陷我私通。我语气平静，像在说别人的事。他们想要买通我的丫鬟翠儿。中秋宫宴上，翠儿会当众指认我，说我小产的那个孩子不是殿下的。赵婷捏紧了拳头，手被青筋抱起。他们找死！我按住他的手，殿下息怒，这是个机会，一个彻底拔除陆家势力的机会。赵婷反手握住我的手，你有什么计划？将计就计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，殿下只需在宫宴上装作勃然大怒，要杀我，翠儿也会假意配合他们指认我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中秋宫宴，太极殿内歌舞升平，老皇帝坐在高位上，面容疲惫。赵婷坐在他下手，我作为侧妃坐在赵婷身边。酒过3巡，陆老将军突然站起身，走到大殿中央，扑通一声跪下，老臣有本要奏，求皇上为太子妃做主。大殿安静下来，老皇帝皱起眉头，陆爱卿，今日是中秋佳节，何事如此惊慌？陆老将军指着我，声泪俱下，老臣状告太子侧妃江氏秽乱东宫，与侍卫私通，他腹中流掉的那个孽种根本不是太子的骨肉。满座哗然。赵婷猛地站起身，一脚踢翻了面前的桌案。陆渊，你敢污蔑姑的侧妃？陆老将军不慌不忙，殿下若是不信，可传江氏的贴身丫鬟翠儿上殿对质。翠儿被带了上来，她跪在地上，浑身发抖。回皇上，奴婢亲眼所见，侧妃娘娘与侍卫苟合，娘娘小产前还偷偷烧了情书。赵婷转过头，死死盯着我，她的眼神里满是愤怒和杀意。演得真好，不比我差。如果不是提前对过戏，我都要信了。赵婷拔出腰间的佩剑，指着我的咽喉，江氏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我站起身，理了理裙摆，剑尖抵在我的脖子上，
划出一道血丝。我没有躲，我直视老皇帝的眼睛。皇上，殿下，臣妾没有私通，翠儿是被陆家收买的，你还敢狡辩？陆老将军怒喝，证据确凿，你这个荡妇！我冷笑一声，从袖子里掏出一沓厚厚的信件，双手呈上。皇上，这是陆老将军与边关守将暗通款曲，意图谋反的密信，这是陆家贪墨军饷的账本，这是陆生在东宫服用禁药，意图混淆皇室血脉的供词。陆渊满脸不可思议，他突然站起身，想要来抢。你胡说，这是伪造的！御前侍卫立刻将他按住。大太监将信件和账本呈给老皇帝，老皇帝越看脸越黑，脸上的肌肉微微颤动，他猛地将账本砸在陆渊头上。乱臣贼子，你竟敢谋逆！皇上，老臣冤枉啊！陆老将军拼命磕头。我看着翠儿，告诉皇上，陆家给了你多少银子，让你来诬陷我？翠儿知道是时候反水了，她连连磕头，娘娘饶命！是陆家拿奴婢的弟弟威胁奴婢，那些情书也是他们伪造的。局势顷刻间逆转，老皇帝暴怒之下，等不及一一勘验案情，陆家满门抄斩。陆生在冷宫得知消息，彻底疯了。赵廷收回剑，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。他低声问：你什么时候拿到这些密信的？殿下莫不是以为我家真就只是个养猪的？我接管东宫只是为了查几笔烂账？我冲他微微一笑，我是在抄陆家的底，去送他最后一程吧。赵廷站在窗前，看着外面飘落的枯叶。陆家倒台后，老皇帝下旨赐死陆生，一杯毒酒，一条白绫。殿下不去吗？我站在他身后，语气平静。赵廷闭上眼睛，姑不想见他。他转过身看着我，你去替姑看着他上路。我点点头，转身走出书房。冷宫的门被推开时，发出沉闷的吱呀声。陆生披头散发地坐在地上，他身上还穿着那件月白色的苏绣长裙，只是已经沾满了污垢。看到我进来，他双脚一蹬扑过来，隔着栅栏死死抓住我的裙摆。江于恒，是你害了我们陆家！他双眼通红，我后退一步挣脱他的手。太监端着托盘走上前，上面放着一杯鸩酒。娘娘，上路吧。陆生看着那杯毒酒，突然大笑起来。赵廷呢？他为什么不来见我？他指着我，咬牙切齿。江于恒，你别得意，你以为赵廷爱你？他只是利用你罢了，你一辈子都得不到他的心。我看着他疯狂的样子，有些好笑。我蹲下身，平视着他的眼睛。哎，陆生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哎，是你们这些吃饱了撑着的人才玩的游戏。我捏住他的下巴，指腹抵着他泛白的唇瓣，力道大的几乎要捏碎他的骨头。我要的是命，是权，是再也不用跪在雪地里，再也不用啃冷馒头。你以为所谓的男女情爱能凌驾于深宫权力之上？愚蠢至极。所以你输了，输得连命都没了。陆生呆呆地看着我，他眼里的疯狂逐渐褪去，变成了深深的绝望。他张了张嘴，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响，却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他终于认清了现实，在这个吃人的皇宫里，爱是最没用的东西，唯有权力和狠力才能活下去。他颤抖着伸出手，端起那杯毒酒，一饮而尽，酒液入喉。不过片刻，黑色的血就从他的嘴角蜿蜒流下，染脏了那件月白色的苏绣长裙。他倒在地上，身体剧烈地抽搐了几下，最后彻底没了动静。我站起身，拍了拍裙摆上沾到的灰尘，像是甩掉了什么脏东西。我对太监说：走吧。走出冷宫，我看到赵廷站在不远处的树下，他一身玄色锦袍，立在那里，身形挺拔，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沉郁。他显然听到了我刚才和陆生说的所有话，俊朗的脸上拉着一层寒霜，比死人还要难看。他大步朝我走来，掌心带着蛮力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指节捏得我骨头生疼。他的声音沙哑，带着压抑的怒火：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？我甩开他的手，揉了揉被捏红的手腕。殿下指什么？赵廷死死盯着我，眼眶泛红，他的声音发颤：你说你只要权，不要爱，你对姑不曾有过半点真心。我看着他这副失态的模样，心底嗤笑一声。他爱上我了。在陆生死后，在他发现我的冷酷，我的强大，我的步步为营后，他犯贱的爱上我。他想要征服我，想要我的心，可他忘了，我从来都不是陆生。我的心早在那个秋雨绵绵的日子碾碎在青石板上了。我揉了揉额头，扯出一个没有温度的笑，语气平淡的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。殿下说笑了，我只是在养一头能让我吃饱饭的龙罢了，各取所需，谈什么真心呢？赵廷踉跄着退了2步，脚下的银杏叶被踩得咯吱作响。他自嘲地看着我，嘴角勾起一抹苦涩的笑。好一个养龙！他猛地拔出腰间的佩剑，反手一剑砍在旁边的枯银杏树上，木屑飞溅，划破了他的手背，鲜红的血珠渗出来，顺着指缝往下流。他却感觉不到痛，死死盯着我。他咬着牙，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江于恒，你没有心，姑把东宫的权柄交给你，姑把陆家连根拔起为你报仇，你竟然说姑只是一头让你吃饱饭的龙。我看着他愤怒失态的样子，淡然一笑，直接戳破他的伪装，指出最残忍的事实：殿下拔除陆家是为了您自己的皇位，不是为了我。陆家是大，功高震主，
本就是皇上和您的眼中钉，我不过是给了您一个动手的借口罢了。至于权力，那是我自己算计来的，是我凭本事从那些管事手里抢来的，不是您施舍的。殿下，别把您的野心包装成对我的深情。我微微抬眸，眼神里的嫌弃毫不掩饰，这会让我恶心。赵婷的脸由红转白，胸口剧烈的起伏着，她狠狠扔下剑，转身大步离去，背影却带着一种落荒而逃的狼狈。从那以后，赵婷再也没有踏进过我的偏殿半步。翠儿看着我整日对着账本，忍不住劝道：“娘娘，殿下他心里总归是有您的，您要不要主动去看看他？”我抬眼看了翠儿一眼，淡淡道：“看他做什么？我手里的账本比他的脸好看多了。”翠儿没再说话，她跟着我从江家来，最清楚我在东宫受的那些苦，也最明白我的心早就冷了。日子一天天过，她开始疯狂地纳妾，短短半个月，东宫就进了7个新人，个个都是名门闺秀。赵婷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这些新人身上，她故意宠幸他们，赏赐他们奇珍异宝，甚至让他们来挑衅我。她想看我嫉妒，想看我失控，想看我为了她争风吃醋，但我没有。可她终究是打错了算盘。那日，7个新人齐齐来给我请安，为首的是太傅嫡女林氏，生得一副柔弱模样，手里捏着一只吃金香珠的步摇，娇滴滴地说：“侧妃娘娘，殿下昨日赏了臣妾这只步摇，说臣妾戴着好看，还说往后东宫的珍宝都是臣妾的。”旁边的柳氏也跟着附和：“是啊，娘娘，殿下昨晚歇在臣妾那里，还亲手给臣妾剥了荔枝呢。”我坐在主位上，端着茶盏，眼皮都没抬一下。我看向翠儿，淡淡道：“翠儿，把垫脚那几碗碧紫汤端过来。”7个新人的脸色瞬间变了，林氏颤着声问：“娘娘，这是什么？”我语气平淡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：“殿下可以宠你们，可以给你们珍宝，可以歇在你们那里。”我抬眸，目光扫过他们，冰冷的眼神让他们一个个都低下了头。但东宫的长子只能我来生，你们得靠后。来人，把药给他们灌下去。立刻有几个粗使婆子上前，按住他们的肩膀，捏开他们的嘴，将碧紫汤一碗碗灌了下去。汤药苦涩，他们哭得撕心裂肺，却根本挣扎不开。我坐在主位上，冷冷地看着这一切，一如当初陆生对我做的那样。只不过我现在是执刀的人。这事很快就传到了赵婷耳朵里，她气得火冒三丈，当即就冲到了我的偏殿，一脚踹开殿门，怒吼道：“江于恒，你凭什么给他们喝碧紫汤？”我放下手里的账本，缓缓抬起头，摸了摸自己微微隆起的小腹。“殿下，你看，我怀孕了。”赵婷猛地愣住了，所有的愤怒瞬间烟消云散，目光死死定在我的肚子上，声音发颤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狂喜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我看着他，眼神冷漠。3个月了，太医说是个男胎。殿下，您有后了，这是我真正的孩子，是我算准了日子，真正怀上的孩子。只有我江于恒的孩子，是未来东宫的唯一继承人。赵婷狂喜地朝我扑过来，想要伸手抱我，眼中的激动几乎要溢出来。“于恒，姑的孩子，姑终于有后了。”我侧身躲开，避开了他的触碰，淡淡道：“殿下自重，我只是通知殿下，毕竟这是皇上当初把我从江家带回来的唯一目的。”赵婷僵在原地，身在半空的手停住了，脸上的激动一点点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痛苦和落寞。就在这时，殿外突然传来震天的喊杀声，火光冲天，映红了半边天，还有侍卫惊慌失措的叫喊声，乱作一团。一个浑身是血的侍卫连滚带爬的冲进来，跪在地上，磕着头大喊：“殿下，3皇子联合禁军统领逼宫，皇上驾崩了，叛军已经杀向东宫了，很快就要冲进来了。”赵婷的脸色瞬间大变，她迅速抽出墙上的宝剑，剑刃寒光闪闪，她转头看向我，眼中是决绝：“集结府军，随姑杀出去！你待在这里，姑会派暗卫保护你，只要姑活着，绝不让你们母子有事。”我站起身，走到他面前，看着他，语气平静却带着力量：“殿下，府军不过1000人，禁军有万人，府军根本挡不住禁军的。您手里是不是还有一半虎符？”赵婷猛然警惕起来，眼中满是怀疑：“你要虎符干什么？”我伸出手，目光坚定：“救您的命，也救我的孩子，把虎符给我。我爹就布在城外大营，有3万铁骑，只要拿到虎符，就能调兵平叛。”赵婷犹豫了，看着我伸出的手，又看了看外面的火光和喊杀声，内心挣扎不已。叛军的撞门声已经响起，震得殿顶的瓦片都在颤，门板发出不堪重负的碎裂声，眼看就要被撞开了。我厉声喝道，声音带着一丝急切：“赵婷，你还在等什么？你想死，别拉着我的孩子陪葬！”赵婷看着我隆起的小腹，又看了看我冷酷却坚定的脸，眼中的犹豫一点点褪去。她咬了咬牙，从怀里掏出一个锦盒，打开，里面是半块青铜虎符。她重重地把虎符放在我手心，掌心的温度透过虎符传过来：“兵符给你，姑的命也给你。”我握着那半块虎符，指尖传来冰凉的触感，没有看赵婷，淡淡道：“殿下，该上路了。”我转过身，将虎符交给身后的暗卫首领，沉声道：“立刻从密道出城，去城外大营，调3万铁骑，速来东宫平叛。记住，护好虎符，不得有误。”暗卫首领接过虎符，立刻转身，带着几个暗卫从殿后的密道离开。赵婷提着剑看了我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
随即转身大步冲出了店门，怒吼道：“东宫府君，随姑杀出去！”厮杀声瞬间就在店外响起，喊杀声、惨叫声震耳欲聋，血溅在窗户纸上，红得刺目。我坐在店内，安静地喝着安胎药，汤药苦涩，我却喝得面不改色。翠儿站在我身边，脸色发白，手都在抖。娘娘，外面太乱了，我们要不要也从密道走？我摇了摇头，放下药碗，淡淡道：“不用，有赵婷在前面挡着，叛军一时半会儿冲不进来。而且我要是走了，东宫的人心就散了。这场叛乱，我早就知道。三皇子一直觊觎皇位，暗中培养势力。他身边的那个谋士，是我花重金从江湖上请来安插在他身边的棋子。我故意放任三皇子的势力壮大，故意让他觉得有机可乘，就是为了等这一天。我需要一场混乱，来彻底削弱赵婷的力量，让他失去对抗我的资本，让他只能依赖我，只能靠我手里的虎符才能活下去。我要的从来都不只是东宫的权柄，我要的是整个天下。2个时辰后，城外大营的援军终于赶到了，3万铁骑势如破竹，叛军瞬间溃不成军，喊杀声渐渐小了下去，火光也被扑灭了。三皇子想要逃跑，却被铁骑团团围住，最后被乱箭穿心，死在了东宫的宫门口，眼睛圆睁着，满是不甘。禁军统领被活捉，押到了殿前。我坐在殿内，听到外面的禀报，淡淡道：“斩了，选手示众，以儆效尤。”没过多久，几个侍卫抬着赵婷走了进来，她浑身是血，玄色锦袍被染成了暗红色，胸口插着一支长枪，枪尖穿透了脊背，伤口还在鼓鼓的流着血。她为了保护东宫的密道入口，替我挡了叛军统领的一枪，那一枪力道极大，伤及肺腑，怕是再也好不了了。太医们跪了一地，战战兢兢地给赵婷诊治，领头的老太医才哆哆嗦嗦地开口：“殿下，伤及肺腑，损了根本，以后怕是只能缠绵病榻了。”我看着躺在床上气息奄奄的赵婷，眼中没有半分波澜。老皇帝驾崩，三皇子叛乱被平，赵婷顺理成章的登基，而我江于衡作为他唯一有皇子的女人，被册封为皇后，执掌6宫，权倾天下。时光荏苒，半年转瞬即逝。这半年里，赵婷一直缠绵病榻，朝政大事几乎都由我一手打理。我重用我爹的旧部，提拔贤能，打压奸佞，把朝堂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满朝文武无人敢不服。而我的肚子也一天天大了起来。终于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，我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皇子，哭声洪亮，眉眼间有几分像我，也有几分像赵婷。我给他取名叫赵念恒，这是我的孩子，是未来的天子。皇子满月那天，宫中大摆宴席，满朝文武都来道贺，热闹非凡。宴席结束后，我抱着赵念恒来到了赵婷的寝殿。寝殿里弥漫着浓重的药味，光线昏暗，让人觉得压抑。赵婷躺在龙床上，脸色灰败，瘦得脱了形，眼窝深陷，颧骨突出，再也没有了当初太子的意气风发。他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，只能靠在床头喘着粗气。他浑浊的眼睛看向我：“于恒，给朕看看，看看我们的孩子。”我抱着孩子走到床边，但我没有把孩子递给他，我只是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皇上，这孩子长得真像您，眼睛、鼻子都像。赵婷的手停在半空，微微颤抖着。她看着我怀里的孩子，眼中满是慈爱，还有一丝哀求。于恒，你还在恨朕吗？朕把江山给你了，把命也给你了，朕只求你让朕看看孩子。皇上误会了，臣妾不恨您。我把孩子交给身后的嬷嬷，淡淡道：“抱下去，好生照顾。”我看着赵婷，一字一句道：“臣妾只是觉得您现在这个样子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。”赵婷猛地瞪大眼睛，浑浊的眼睛里满是不敢置信，像是听到什么天方夜谭。她剧烈地咳嗽起来，咳得撕心裂肺，嘴角溢出鲜红的血。她手指颤抖，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，眼中的哀求变成了愤怒，变成了绝望。我拿出一块锦帕，慢条斯理地擦掉她嘴边的血。皇上好好养病，前朝的事臣妾会替您打理好的，6宫的事臣妾也会管好，您不用操心。至于念恒，他是未来的太子，是未来的皇上，臣妾会教他读书，教他习武，教他如何做一个明君，不会让他像您一样优柔寡断，儿女情长。我转过身走向殿门，脚步平稳，没有一丝留恋。就在我快要踏出殿门的时候，赵婷突然在背后发出绝望的嘶吼，声音沙哑，却带着一丝不甘：“江于恒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朕？朕只求你一个回答。”我停下脚步，背对着他，没有回头。殿内很静，只有他微弱的喘息声。我沉默了半晌，才缓缓开口，声音平淡：“皇上，爱或者不爱，还重要吗？”我推开门，大步走了出去。大门缓缓合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，将他的绝望、他的不甘、他的爱意彻底封死在那间昏暗的、充满药味的寝殿里。我踏出寝殿，外面阳光正好，金灿灿的阳光洒在地上，洒在我的凤袍上，凤袍上的凤凰图案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殿外的台阶下，满朝文武齐齐跪拜，低着头恭敬地喊着：“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”阳光从头顶照下来，有些刺眼。我抬手轻轻抹了抹眼眉，指腹触到一丝湿润，有一滴泪悄然滑落，落在凤袍的裙摆上，瞬间消失不见，像从未存在过。这深宫，这天下，
终究是我的了。自那日后，赵婷的身子愈发差了，整日昏昏沉沉，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。我依旧每日打理朝政，教念恒读书写字，偶尔会去他的寝殿看看，却也只是站在门口看一眼便走，从不多留。朝中有人见赵婷缠绵病榻，皇后掌政，便私下议论，说我聘姬私臣，有谋朝篡位之心，甚至有几个老臣联合起来，跪在金銮殿上，请求我还政于皇上，还说女子不得干政，有违祖制。金銮殿上，几个老臣跪在地上，丞相周庸白发苍苍，却依旧挺直腰板。皇后娘娘，女子不得干政，此乃我大齐祖制。如今皇上只是龙体欠安，待皇上康复，朝政自然应交还皇上打理，还请娘娘以祖制为重，还政于皇上。其余老臣也跟着附和，请娘娘还政于皇上。满朝文武都低着头，不敢说话，有人支持，有人反对，却都不敢轻易表态。我坐在龙椅旁的凤椅上，看着跪在地上的周庸，淡淡道：周丞相，朕问你，皇上龙体欠安，缠绵病榻，无法打理朝政，若是本宫不掌政，谁来掌政？三皇子叛乱刚平，朝堂不稳，四方蛮夷虎视眈眈，若是朝政荒废，天下大乱，是谁的责任？我顿了顿，目光扫过满朝文武，声音陡然提高，带着威严：是你们吗？是你们这些口口声声说组织的人吗？你们有谁能像本宫一样稳住朝堂，安抚百姓，调动兵马，守护大齐的江山？周庸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却终究什么都没说出来。我走下凤椅，周丞相，你说女子不得干政，可祖制也说天下者，百姓之天下也，能者居之。本宫能稳住江山，能护佑百姓，能教好太子，为何不能掌政？今日本宫把话放在这里，只要皇上一日不能亲政，这朝政就由本宫来打理。谁若再敢以祖制为借口妄议朝政，动摇民心，休怪本宫心狠手辣。我话音落下，殿内一片寂静，无人敢说话。周庸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无奈，最终只能重重地磕了个头。老臣遵旨。其余老臣也纷纷磕头，不敢再提还政之事。我看着满朝文武俯首帖耳的模样，心底冷笑。在这世上，从来都是实力为尊，组织算什么？规矩算什么？只要我有足够的权力，足够的实力，就能制定规则，就能让所有人都俯首称臣，解决了朝堂上的非议，日子依旧按部就班地过着。念恒渐渐长大了，他不像赵婷，倒像我，骨子里带着一股狠劲和韧劲。我特意请了最好的先生教他读书，请了最厉害的将军教他习武，还亲自教他如何打理朝政，如何识人用人，如何心狠手辣。我要让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帝王，一个能守护住大齐江山，能站在权力顶峰，不被任何人拿捏的帝王。这日，我带着念恒去御花园散步，念恒拉着我的手，奶声奶气地问：母后，父皇为什么总是躺在病床上，不陪念恒玩？我蹲下身，摸了摸念恒的头，温柔地说：父皇龙体欠安，需要好好养病，等父皇病好了，就会陪念恒玩了。念恒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，又问：那母后为什么总是不笑呀？母后笑起来最好看了。我看着念恒清澈的眼睛，心底软了一下，抬手轻轻捏了捏他的小脸，扯出一个淡淡的笑。母后这不是笑了吗？一个小太监匆匆跑来，跪在地上，急声道：皇后娘娘，皇上寝殿那边传来消息，皇上他快不行了，想见您最后一面。我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恢复了往日的冷漠。我站起身，摸了摸念恒的头：念恒，你先跟着嬷嬷回去，母后去看看父皇。念恒点了点头，乖巧地跟着嬷嬷走了。我跟着小太监来到了赵婷的寝殿，寝殿里的药味更浓了。赵婷躺在龙床上，已经气若游丝，眼睛半睁着，看到我进来，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，伸出枯瘦的手，颤巍巍地朝着我伸过来。于恒，你来了。我走到床边，停下脚步，没有去握他的手。皇上有什么话就说吧。赵婷看着我，浑浊的眼睛里满是留恋，还有一丝遗憾。她喘着粗气，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清。于恒，朕知道，朕对不起你，朕当初不该那样对你，朕当初说你粗鄙，说你是猪，都是口是心非。他的话断断续续，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我站在床边，静静地听着，没有说话。这些话若是放在几年前，或许我会动容，可现在一切都晚了。赵婷看着我，眼中的光亮一点点褪去，她轻轻道：于恒，朕走后念恒就拜托你了。他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，眼睛永远地闭上了。太医上前摸了摸他的脉搏，随即跪在地上磕着头道：皇上驾崩了。殿内一片哭声，太监和宫女们都跪在地上嚎啕大哭。我站在床边，看着赵婷的脸，看着她那张瘦得脱了形，再也没有半分意气风发的脸，心底没有半分悲伤，只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怅然。我抬手轻轻挥了挥，都别哭了，皇上驾崩，举国哀悼，按组织办丧仪吧。我转过身，大步走出了寝殿，外面的阳光依旧明媚，洒在地上，金灿灿的。赵婷走了，那个曾经对我冷漠，对我粗暴，最后却爱上我的男人，终究是走了。而我江于恒带着我的孩子，站在权力的顶峰，守着这大齐的江山，守着这偌大的皇宫。从此再无爱恨，再无牵绊，只有江山，只有儿女，只有无尽的权利。这深公路我走了一路，磕磕绊绊，
遍体鳞伤，最终还是走到了尽头，走到了最高处。往后余生，我会护好我的孩子，护好这大起的江山，做一个最合格的皇后，做一个最合格的母亲。至于爱，那是这深宫里最奢侈的东西，我再也不会碰了。